大家好，我是曾明老师。今天我们来分享8大刘海里面的不规则狗啃式的刘海。我们狗啃式的刘海呢，更适合配到一些个性的短发，所以我们今天拿到一款剪过的个性短发，我们来给大家去做这个示范。首先大家知道，狗啃式的刘海呢，它属于一个不规则的，所以我们不能剪得很整齐、很规律。太过于规律，一样长一样短的情况下，它就出来太协调了，看起来就没有这种凌乱的审美。所以我们剪狗啃式呢，我们要注意以下3个点，我们来说。第一个，我们剪狗啃式的刘海不要太重的层次，如果是齐的，那么我们剪完盖下来，我们再去打乱的时候，它会形成个碎的，所以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第一，一定要有层次，甚至是高层次，就90度以上剪的，你上面的层次盖不住下面，那我们剪出来这个形状一旦出来以后，怎么扫它都是凌乱的。这个是第一，有层次。第二个，正脸这个宽度以内你看得到的正脸的位置不要超过5个形，如果超了5个形状，这个尖尖的角落下来，那你就太过于密，就像老鼠牙齿一样的，太密了之后就显得太碎，就达不到这个凌乱的美感。第3个呢，我们剪完出来这个形状齿要大一点这个洞要小一点，所以这个齿呢留着大一点，洞要小。好，然后最后不要把这个呢齿对在眼睛鼻子这个上面，如果你对着这个眼睛鼻子上面，大家看就像个斗鸡眼似的，所以会很奇怪。那么我们剪的时候就避开眼睛露出来，鼻子露出来，是不是？那出来的形状就更好看。好，我们根据以下分析的这几个点，我们现在开始来操作剪这个刘海给大家看。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本身就有剪过的，所以它也有一定的层次，所以我们再呢把它剪一下把这个多余的层次把它去掉。我们剪到什么层次呢？90度上的层次，甚至可以更高的。你有层次的情况下，这个刘海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自然，然后打乱出来它的碎度更好看。如果我们的层次很重，我们出来的头发效果呢，你剪得再好，一打乱就变成一个碎的，什么也不是，然后规律性不强。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剪这种狗啃式的刘海呢，剪完之后一打乱都是看不出来了，都是很碎，所以是因为你的层次太重，上面会盖住下面的原因那我们把它剪的层次比较高，上面比较短，下面比较长，那么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我们再来剪这个狗啃式，剪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好，那我们首先把这个层次是不是就剪出来了？好，剪出这个层次来了，我们接下来就去把它分成上下2层来剪。把它分成呢，分的时候注意看抓哪里的头发去分，大家看要刚刚好看到落在这里衔接这个刘海的发际线边上的位置开始去分，这样呢出来的效果会好。甚至我们上面的线呢不需要分得很有规律，可以分得高低交错，也可以分得差不多长，都没有关系好，我们现在呢把它分出来，把整个上区的头发呢，我们用一个夹子把它夹开这样夹起来。好，然后我们开始来剪，我们剪的是里面这层，很快就会出来。好，把里面这层的刘海呢，我们梳下来之后，现在用一个什么方法首先刚刚说的前面宽度之内不要超过5个形，你超过5个形了就会很奇怪，所以我们不要剪5个形。然后呢，齿要大，这个中间的洞要小，不要对着眼睛。所以我们首先根据我们上述的条件，首先把眼睛避开，我们在这里直接下一刀进去直接下一刀进去，眼睛是不是露出来了？然后鼻子这个位置是不是要露出来看到没有？鼻子是不是要露出来？好，这边眼睛是不是也要露出来？现在看到的是几个？1、2、3个形状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呢反向进去一刀，我们这个进的洞可以深浅，就是一个深一点点，一个浅一点点，这样呢会有一个节奏感，看起来也会有一个规律性的感觉，是不是比较凌乱的规律？高一点低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我们剪的这个切口不要一模一样，如果一模一样呢，很难形成我们这个规律。现在看到1、2、3、4个形状在这里。好，剪好了这个斜口以后，我们再剪刀反向的去剪，反向的去剪一个口。为什么要反向的剪一个口？因为反向的去剪这个口的时候，它会形成有个对立的角，是吧？它就不容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不反向去剪的，这个角太尖了，看起来很怪这个呢已经是剪出来的效果。好，所以我们直接剪出这个形状从侧面开始。好，
那我们这样反向去剪完之后，这个角呢出现了该尖的地方它会尖，该比较平的地方比较平，出现的效果呢会更加的自然。好，那我们这样剪完之后，它出现的口会非常的生硬。现在要换上一把剪刀，换把剪刀我们去做什么呢？在这个剪过的切口上，我们去换上把无痕剪，去把它打柔和。为什么？这样要更符合生活当中很自然、很舒服的感觉。不要剪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刀口很生硬，是吧？那剪完之后是不是就不自然啊？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让这个刀口呢不要这么生硬。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无痕剪。把剪过的这个生硬的刀口上呢去过渡一下，更加舒服。好，有的时候呢过渡慢慢往下走，打揉它，把这个所有的切口。好，现在打揉之后呢，你会看得到我们打揉的切口呢在这个上面会产生一个比较有立体的形状，是吧？产生一个比较有立体的形状。好，现在整个形状呢出来了。它不是那种很僵硬的一个效果，长的会长，短的会短。好，空间的位置是不是要窄一点？这个留出来的尖尖的这个形状是不是要宽一点？所以大家要找到这个规律啊，不能乱去剪。然后比较生硬的地方呢，大家多去搓一搓，看到整个感觉是不是很自然啊？如果是很生硬的，就再拿无痕牙剪去点一点，一定不要造成这种很生硬的一个视觉感。很生硬的视觉感呢是不舒服的，不自然的。好，那么这个形状我们现在就已经控制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面这层呢要放下来，看一下整体的形状效果。好，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层呢全部放下去。好，大家会发现，因为我们有层次的，所以上面放下来之后呢，这个头发基本上是不会完全的把下面全部遮住，所以不管你怎么去分，怎么去扫，这个头发是不是已经都产生这种有碎碎狗啃的效果？好，然后产生了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平剪，再把多余的有的出来的时候，是吧？多余盖在这个尖尖的这个深度的一个空间当中的头发。碎的我们把它点掉，就是上面掉下来落在这些角落上的头发，我们让它产生更加自然的一个效果就好了。然后我们剪这种头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太过于刻意如果太过于刻意呢，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好看，所以我们就稍微自然一点点，出来效果会更加的好看。如果这个里面的头发很多呢，大家也可以这样抓起来，是吧？用点剪的方式把里面去多点一点这样呢，大家不管去怎么去扫，你会发现这个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的自然，中间不会再连起来。大家还可以产生两个不同的形状，假如剪一个方的，剪个三角的，是吧？搭在上面，那这样呢，出来的凌乱感会更强一些，你更加能够达到我们这种很随意的效果。放下来之后，在我们形里面去剪一些这种不对称的形，这个刀口呢在直接里面去剪一些断层的效果，这种叫形里面出形。因为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刘海，我们剪的时候呢就不要太有规律，我们让它上面更加协调，所以我们再剪一些这种断层的面来协调的搭配它，看起来是不是就更加舒服就直接用点剪从上面去剪一些，凌乱的剪一些，剪完之后它的整个效果出来就很舒服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头发呢就出来了。好，我们就不需要过多的再去调整它了。那这个直接吹出来的效果，我们现在是看到刘海很自然的落差下来的感觉，是吧？两边的头发呢只要轻薄一点，把上面呢再抓起来一点点，效果会更好。好，我们整个剪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抹点精油，或者是抹点湿发的或者抹点这个柔顺的造型的产品都可以。抹一点之后呢，这个刘海呢它会更加产生树状感抹的时候顺便把上面抹一点，然后呢整个质感树状感都更加舒服。好，我们再来把它去梳一梳，或者是拉一下，那整个效果出来的感觉更加到位。不规则的刘海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凌乱的视觉感，所以大家呢不需要把它去剪得很有规则。很多同学呢剪着剪着把它剪成像锯齿刘海一样很有规则，那出来的效果它又不一样了。所以狗啃式的刘海它就是比较凌乱的不规则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要把它剪成很规则了，那就把这个正常的这种美感呢就没有剪到位。所以我们剪这个刘海的时候呢，尽可能是把它
这种很有规律把它破坏掉，剪成一个不有规律的效果啊。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刘海呢就出来了，整个形状。我们整体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这个刘海呢一定要多用心去练习啊，不能随随便便去剪，因为这个刘海比较考验大家的这个审美。如果你的美感不够强的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剪不出来这个感觉，是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美感强一点，剪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多练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练习的足够多，有经验的时候，那再剪在顾客头上，那出来的感觉才好看。所以这个刘海呢，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呢比较难啊。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把这个练一下啊，这个剪出来一些很时尚的短发上面，或者是一些中发上面，配起来呢是非常的漂亮啊。那么这个刘海就已经修剪完成，整体给大家去看一下。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款刘海呢就修剪完成，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效果，出来是非常自然，又有一个不规则的效果，那么非常考验大家对这种不规则刘海的一个审美的感觉。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这款刘海的剪法。首先我们剪这个刘海的时候，在正面的位置，所有掉下来的头发我们要把它剪成一个高层次的效果，也就是上面短下面长的感觉，因为剪完了之后上面的头发不会盖住下面头发，那么你打乱之后呢，整体的效果也会非常的自然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正面的这个宽度以内，整个正脸宽度以内不要超过5个形，我们看到就是1、2、3、4个形。然后呢，这个形状出来的时候，我们齿要大一点，我们的缺口要小一点。然后其次就是不要对在眼睛鼻子上面，所以我们你看都避开了对着鼻子眼睛的位置，所以让它露出来会更加的自然。那么剪完之后呢，大家注意这个规则度，就是这种洞要剪得有深有浅，浅一点深一点，深一点浅一点，是吧？你去变化，然后它整体出来的感觉会特别自然。那么出来之后呢，大家这种发型要以线条个性为表达，因为它本来出来就很时尚个性，所以配在一些个性时尚的短发上面呢，会更加的好看。这款刘海呢就修剪完成了，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